本周，网易力推逆水寒手游，在某社交平台直接冲到了榜1。但是在冲上榜1的随后，逆水寒手游的官方账号突然变成了禁言状态。你猜猜这是为什么呀？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很快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给2023年的前6个月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打一个分数吧，不允许打负分。看一下大家伙的分数。时间确实过得很快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1周岁。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科技圈又发生了哪些好人好事。大家好，我是大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科学表扬节目。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又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下面开始。WWDC 23上面 iOS 17的发布，尽管呢有很多人说它发了跟没发一样还不如发个 16.7就是更新力度不够大，但是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因为呢库克顶住了欧盟的压力，并没有在 iOS 17上面加入第三方侧载功能，也就是说它不允许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但是你可别忘了，欧盟提出的这个要求，库克没有满足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欧盟又说了，说2027年起，所有的电子产品都需要采用易于更换电池的设计。当然我们没有特指任何一家手机厂商。库克表示，要不然你就说我名得了，好不好？对吧？你不用在这儿。啥叫易于更换电池的设计咱不能尬黑我觉得这还真的是一个黑科技你看现在咱们市面上这么多产品如此多的手机，这么多的巨头厂商，但是呢还都没有攻克可换电池这样一个黑科技。如果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那是不是每一家厂商都可以换电池但事实就是所有的厂商都不可更换电池，那么证明更换电池这个功能是个黑科技，一般人他就做不到。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谁能做到？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对呀，确实都做不到，是吧？这欧盟可以这欧盟欧霸得了，是吧？霸是霸王的霸让你侧载你不侧载，那你把电池换了吧，是吧？欧巴你怎么样？你看你听我这个音调，你听我这个音调正不正宗？欧巴你这干啥咱不开玩笑那既然欧盟已经有这个法规了，就意味着所有电子产品都必须要实施这个功能。2027年呢是哪一代咱们现在看是2023年，是 iPhone 15，那就是 iPhone 19的时候就会采用可换电池设计。诺基亚表示文艺复兴了，属于是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对我笑同学说，让你侧载你不侧载，你叉叉，他为什么能发出语音？来吧，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觉得是好事打1觉得是坏事打2，觉得苹果能顶住打个3觉得顶不住打一个4。看一下大家的情况。行吧，咱也不废话我就看看欧盟和苹果谁能坚持到2027年。本周的话呢 iPhone 更多的爆料出来了大家终于从苹果眼镜的压迫当中出来了想了想苹果眼镜虽好，但是毕竟要卖3万块钱，咱们还是先看卖1万块钱的产品吧来看一看 iPhone。那么关于 iPhone 15的，我们之前已经爆料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马上还有3个月 iPhone 15就要来了。在那之前，咱们需要了解一些购买的细节，比如说本代 iPhone 到底哪些升级是最多的呢？那目前从供应商给出的消息来看本次苹果的升级重点将会在 iPhone 的15的 Pro 版本上面。为什么？最新的报告显示呢，目前苹果采购了大量的面板，其中 Pro 版本的型号约占 58% 的份额，也就是说苹果今年会把 Pro 的份额呢重点提升的更多。而在去年同期 iPhone 14 Pro 的屏幕采购占比只有 43%，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还是 Pro 挣钱的，是吧？好，那是不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也说明接下来的 iPhone 15可能没什么升级呢？好，来问大家一下如果你的预算恰好就在 iPhone 15和 iPhone 15 Pro 中间那个位置，也就是7000元档，你会买 iPhone 15标准版省点钱，还是会加2000块钱买 iPhone 15 Pro 呢？买标准版打个1买 Pro 版打一盖。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表示我们看产品已经看了快1年了，
有没有点真实的东西出来啊？有的啊，现在呢很多厂商已经针对即将上市的 iPhone 15系列给出了实际产品，那就是保壳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开模生产了啊，针对下一代 iPhone 15的。有同学说，哎，你怎么知道这是 iPhone 15呢？很简单，它的镜头模组变得更大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看到吗？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波环的位置进行了一个明显的调整。也就是说，原本的 iPhone 呢是这种来回波动的开关，而在 iPhone 15的薄壳上面能够明显看到啊，它采用的是点触式的开关。那看起来这一次的 iPhone 15的变化还真的是不少。好，当然看弹幕呢，很多同学问到说，本代 iPhone 15啊，是不是都会上 Type-C 接口啊？答案是的啊，因为它不上的话呢，在欧洲卖不了。大家都是出来卖的，凭什么你能卖，我就不能卖，对吧？就你 C 啊，我也可以。至于其他部分呢，变化不大，还是之前 iPhone 的一个标准样式。好，那最后我们简单总结，关于本次 iPhone 15的信息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完整清晰了。数字正代呢2大核心升级，一个呢是全系上灵动岛，第二个呢上 Type-C 接口，而 Pro 版本呢则在以上升级的基础上，再继续升级全新的 A 系列的处理器，大概就是这些了。那么假设我们刚才所推断的以及爆料出来的啊，就是最终的结果的话，你认为这次 iPhone 15系列升级满分100分啊，对于这个诚意你打几分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来看华为相关的消息啊，还记得3月份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波非常著名的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就是最开始的几天华为问界连续宣传，而随后的几天呢，问界又拆除了所有的华为的标识。相信那段时间大家还是有印象的，主要呢还是关于华为是否要造车的一个热点的话题。最终呢，结论就是华为宣布还是不造车啊，有效期呢又签了一个全新的文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最终会不会有汽车打上华为的标志呢？大家可以打上弹幕啊，你觉得最终会有华为品牌的汽车吗？会打个1，不会啊打一杠，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那段时间之后呢，各种各样的观点啊，有的观点表示呢，华为啊应该就是彻底的退出整车制造，而是变为一个上游的供应商啊。但是也有消息表示呢，说华为应该还是会大力的去发展车方面的一个业务啊。说那些没用，咱们还是得直接看一下实际发生了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显示，华为已经正式的拿下了问界商标。所以啊，很多时候你不要看他说了什么啊，你要看他做了什么。那么类别，我们知道商标是有很多的类别的，一共45大类啊，里边什么食品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么这一次的华为拿下的这2个商标分别是第9类和12类。第9类是电子产品，第12类是交通。所以你说华为未来有没有车相关的业务呢？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华为目前拿下了问界汽车品类的商标。那近期呢，关于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CEO 余承东啊，也是持续不断的发声，在多个媒体沟通会上面呢，给出了自己对于未来汽车行业的一个判断啊。首先呢，他聊到的还是即将在下半年 Q4 所发布的问界 M9 啊。首先大家猜一下吧，你觉得问界 M9 的定价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华为给它的一个定义啊。那余承东表示呢，问界 M9 将不仅仅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的家，而且它还是智能的办公室。那这个定义和之前的问界 M5、问界 M7 都是不同的啊。就简单来说，以前是开车啊，现在是直接开房车。那关于华为的定位呢，这边还是表示要联合车企去打造智选车的模式，由华为主导设计，但是共同开发啊，联合打造。另外呢，华为余承东也在多个场合呢表示啊，未来呢汽车行业啊还是会成为巨头的角逐场，主力的玩家呢不会剩得太多。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啊，需要更大的规模打造才可以啊。还有之前有一次采访，大家有印象啊，当时聊到说，国内最终剩下来的汽车巨头呢，将会在5家之内啊，1把手之内。其实类似的话呢，在10年前，余承东在进入手机行业的时候，也曾做过类似的判断啊。那大家觉得余承东他的判断是否能够实现呢？未来的汽车行业是不是还是会像如今的手机领域一样，剩下大概这么5家巨头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觉得老余说的对啊，打个1啊；觉得余总说的不对，打一杠。本周呢，问界也是首发了问界的 M5 智驾版啊，也就是智能驾驶版本，相对于原来的版本里面大幅度增加了它的智能驾驶的功能，也就是华为的 ADAS 2.0。之前咱们聊到了它无限趋近于 L2.9，
在这次首批交付仪式上面呢，余思东亲自交车啊，这个还是足见其重视程度。而且呢，这次交车仪式上呢，首位车主还是咱们小破站买车区 UP 主菲菲，有排面可以。有同学问到说，你怎么一直在聊华为的？抱歉啊，你怎么一直在聊问界的车是吧？为什么忽视了华为的消费电子产品，也就是华为的手机？的确，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啊。首先呢，是关于 Mate 60的消息呢。从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的话 ，Mate 60应该还是会在下半年的10月份左右啊按期发布，而不会像是过去几年 Mate 50那样要受到制裁的原因打压啊拖了好长时间。所以今年的发布时间呢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如果你想不喜欢 P 系列啊，喜欢 Mate 系列是可以等待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用 4G 还是用 5G 的。那之前一直有消息传言说，华为可能会在 Mate 60上面呢得到 5G 的芯片啊，但是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判断表示呢，美方阿美利卡对于华为的打压只能会越来越严重，不可能放松啊，所以我不觉得美方对于华为的 5G 芯片会放开啊，这是我们早前几期节目的一个判断。那么目前关于这个华为下半年会上 5G 芯片的传言呢，余承东的亲自辟谣啊，他表示高通对华为恢复 5G 芯片的供应假消息。如果这个假消息是真的啊，那么下半年的 4G 芯片呢，大概率还是主要的。来看 PC 端的消息，那 PC 端的话呢，来问大家一下，两大处理器英特尔和 AMD， 你自己正在用的电脑里面的处理器是谁家的啊？是英特尔家打个1啊，是 AMD 家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虽然我们都说啊 AMD yes， 但是呢，市面上的销量来说，英特尔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过去的15年的英特尔的酷睿系列啊 i7、i5、i9 啊，这些处理器让人耳熟能详，但是今天英特尔已经使用了15年的酷睿 i 系列正式离我们而去了。英特尔将会抛弃 i 系列，转用全新命名方式。改名部又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新方式是什么。英特尔的全新标识名叫做英特尔酷睿 Ultra、Ultra 5、Ultra 7、Ultra 9。这里呢，英特尔官方还推出了全新的命名标准叫法，酷睿 Ultra 处理器啊，或者酷睿 Ultra 第1代处理器，酷睿 Ultra 处理器第1代。除此之外呢，还推出了英特尔酷睿没有 Ultra 处理器，英特尔酷睿3、5、7。那么命名方式呢，是英特尔酷睿第1代处理器，英特尔酷睿处理器第1代。来，同学们，大家觉得这个命名方式啊，改了这个全新的命名，满分100，你打几分呢？咋说呢？我说有些部门你要没活整吧，你就放假也行。你说我现在买的电脑啊，13代酷睿 i7、i9， 我明年14，后年15，我哪怕我去卖二手啊，我说第几代就可以了。那你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我去卖我这个全新的电脑，卖给二手老板，老板问说你这是第几代处理器啊？我说我这是酷睿第1代处理器啊。老板说那我这收不了，你要非卖就20块钱吧，行不行？你这都啥时候产品了？我们这都13代了，你这1代，你这开玩笑的吧？是不是这意思？你这啥名啊？我这给我彻底整糊涂了。我怀疑啊，改名部的是不是从 USB 协会过来的？还整个酷睿 Ultra 第1代，你还不如整个骁龙8是吧？第1代啊，骁龙8第2代，这，你觉得这就完了吗？还不止呢啊！这还有全新标识呢，分成2个了，分成了英特尔的 Processor 处理器和英特尔的 Graphic 显卡。你这，哎。咱们来看点巨头推出的已经上市的产品，没错，那就是由英伟达，多么可爱的企业呀！它所推出的 RTX 4060显卡，又称3080 Ti 是吧？不是3060 Ti，然后说多了，不好意思啊，抱歉。本周随着4060的全面上市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都针对这块显卡呢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是吧？问大家一下啊，你是否想买4060呢？想买同学打个1，特别想买打一个2。关于这个产品啊，我自己还真的是挺好奇的啊，我就想看到一个性能没什么提升的产品，它是怎么卖出去的。反正看了各大媒体给出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一个产品通过改名一样可以卖得很好。各大厂商你们都学一学，很多厂商都说我们应该学习苹果，是吧？每代产品呢，我改一个名字啊，就能让用户掏钱。那你看我们英伟达，我们不单改了个名字啊，我们性能还是吧？
而且啊，这次看起来啊，终于是不缺货了。英伟达官方表示，我们将在各大社交平台一共送出60块显卡。高情商的说，我们送出60块显卡免费福利。低情商的说，卖不出去了是吧？啊，停啊！大家不要总去吐槽英伟达啊，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为什么呢？只有在我们看英伟达显卡的时候，大家能够达到统一。为什么？当我们去聊手机的时候啊，为买安卓还是买 iPhone， 大家会吵成一团。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PS、Xbox 还是 Switch， 我们还是会吵成一团。当我们买车的时候，油车还是电车，都会吵成一团。但是当我们看到显卡的时候，终于达到了世界大同啊，大家都统一了，是不是？就一个字儿，不买，是吧？没有任何人吵了，不买，说啥也不买。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是怎么表示的。面对大家如此的热情，官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你说啥？你说啥？啥没说？啥没说？没事。说起游戏啊 ，Switch 这应该是很多人所盼望的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一个硬件这么差的机器上面却有那么多的好游戏？塞尔达没出来之前，我还没有这么多感触啊。出来之后，我更闹心了。你说这，自从买了 Switch， 我终于练成了全世界男人都想练成的那一招绝学，就是眼中有马，心中无马。满屏的马赛克，在我看来都是高清的3A 画面。好了啊，别扯这些没用的，我就想关心一下下一代 Switch 什么时候到来啊？有没有点靠谱的说法？下一代的 Switch 什么时候到来？大家猜一下吧。你觉得哪一年能来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说2077年，那么快吗？我替老任谢谢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什么时候来，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啊。关键是你来的时候能不能性能强一点，是吧？我其实没有太多要求啊。你能让塞尔达1080 60帧就行。你现在连30帧都往下掉帧，你还好意思？来看啊，有没有点靠谱的消息？满屏啊，满网都是旧档，没有一句靠谱的话。咱们来看一看一些国际巨头给出的核心爆料。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啊，高管 CEO 爆料，任天堂下一代游戏机的性能接近索尼的 PS4。大家觉得这个性能怎么样？当然啊，同学可能对 PS4 啊不是很了解，说 PS4 是个啥概念呢？ PS4 那咱们就得说一下了啊，是索尼他们家重磅啊产品，它的上市时间是2013年啊，距今呢只有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啊 Switch 2代的一个性能的。如果它真能够达到10年前家用主机的性能，那真是破天荒了，是吧？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真那么厉害吗？啊，同学说你这不要开玩笑啊，不要开玩笑。其实 PS4 是非常强悍的，有多么强悍呢？有媒体给出了一些对比 ，PS4 的性能啊，大约可以和 Steam Deck 来掰一掰手腕。而且呢，不少的媒体呢还做出了一些详细的测试，它们之间是互有胜负的。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如果说 Steam Deck 这样的性能 ，Switch 真要是能达到这样的性能，那还真行。虽然 Steam Deck 也不咋地，这看不着一句话得罪仨厂商，怎么样？学着点吧你们。那话又说回来，刚才这个 CEO 他是谁呀？凭什么他说的我们就要相信呢？啊，来看一看。这位 CEO 他就是动视暴雪的 CEO， 有没有人知道动视暴雪的 CEO 是谁呀？动视暴雪 CEO 居然是靠迪克，他的话我一个标点符号我也不能信呐。就是你那别的 CEO 吧，就是咱该说啥说啥吧，还得信一信。靠迪克，这当然啊，该说不说啊，毕竟是这个国际知名巨头动视暴雪的 CEO， 靠迪克，所以呢，他说话还是有分量的。据传他是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在听证会里面透露的啊，据说他和任天堂高管有沟通啊，说下一代的游戏机的性能很强。来吧，问大家一下啊，你觉得暴雪 CEO 靠迪克他说的是真的吗？觉得是真的打个1啊，觉得是假的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说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呢？我不是他原名就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靠迪克嘛，对吧？不是我说的啊，是网页就是这么写的。那么来看一下各大网站啊，对于这位 CEO 光荣事迹的介绍，我就不做过多的阐述了，你们自己搜一搜。在靠迪克面前啊，连网易那都是
善良的标兵模范了，是吧？既然说到网易，咱们来看一看网易最新力推大作《逆水寒》的手游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首先呢，本周网易力推《逆水寒》手游，在某社交平台啊直接冲到了榜一大哥。但是在冲上榜一的随后，《逆水寒》手游的官方账号突然变成了禁言状态。你猜猜这是为什么呀？根据社交媒体管理员表示，针对逆水寒手游违规行为给予阶段性禁言处置。这游戏刚上线就给禁言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来看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啊，一看网易出事了，搜狐说啊，网易逆水寒炮轰微博，疑似广告投放的太少被禁言了。中国网表示啊，知名手游逆水寒称未买热搜遭封号。看看网易自己怎么说自己的。网易说，我们的逆水寒手游公测了，怎么腾讯都在卖力推广？你看看，就得看看他们彼此怎么说对方啊。好看一看逆水寒自己是怎么说的。大家好，很尴尬呀，因为我们投放的广告金额涉嫌未达到要求，所以呢已经被禁言了。这事儿也太奇怪了，我也很尴尬呀，希望大家能理解。来吧，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事儿投多少钱合适啊？看一下同学们的目啊，你觉得投多少钱合适？好，那这张图片上咱们看一看，这是我强调一下啊，逆水寒啊，网易官方发的，和本直播间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先说清楚，你要是同意了我刚才说的话，咱们往下看，好不好？你要是不同意，你把直播关了。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官方行为不要上升到主播。来看网易逆水寒说的啊，6月份开始买广告啊，送助推500、800、1000、3档。逆水寒表示差太远了，那我们只能考虑放弃了。无所谓效不效果的，我们推游戏啊就是图一乐。营销公司冲热搜啊，成本也得20-30万，内容还分水。这是可以说的吗？这个好啊，那我们只是简单展示一下啊，没有任何要谴责任何一方的意思啊，绝对没有，请大家给我们作证。只是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啊，我们居然通过这个聊天知道了冲热搜的成本是多少。感谢网易。啊，行吧，我虽然不玩这个游戏啊，但是呢，我对这个游戏的口号还挺感兴趣。他居然说自己不氪金，网易，这是你说的话吗？网易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逆水寒手游凭什么敢说自己不氪金呢？答案很简单啊，找到了全新的盈利模式。全新的盈利模式就是在游戏里面插广告。感兴趣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那期视频。网易游戏这边表示啊，我们已经与众多品牌接触了，而且已经敲定了2家合作。目前的游戏内核心广告资源冠名权啊，已经达到了2000万的量级，不用你氪金了，是吧？有人替你氪了，这咋氪呢？大家猜一猜吧，你觉得什么样的品牌会在网游里面插广告？这个广告会插在哪里？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有同学说，打开网易的网游，弹出来的是1刀999。不带套娃的好不好啊？不带套娃的。还有什么国际知名运动防护品牌？不是你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还有什么？香小同学说，游戏里边啊打 BOSS 要先看 BOSS 直聘，不是，行，可以啊。这个游戏里边你可以当 BOSS 是吧？直聘了之后才能当 BOSS 啊，可以。在网游里边，如果没钱了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商城，这里边虽然你都买不起，但是下边弹出来了一个某某小贷，某某有钱花，欢迎您来贷款了。瞎编的啊，这咱们都是瞎猜的啊，咱们猜一猜哪些广告商可能在网游里边去投广告啊？我说一个啊，肯定会有。进了游戏，新手村左边第5颗柱子上面贴着一个海报，上面写了4个大字：重金求子。搁在古代它也不违和呀，对不对？你们刚才说这些，这不太符合古代的风格啊，是不是？本周腾讯微信登上热搜，是关于文件传输助手。来吧，同学们，问大家一下啊，你在使用微信的时候，是否经常使用那个绿色的文件传输助手图标呢？经常用打个1啊，从来不用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目。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情况啊，我还是经常用的，经常会把一些临时的文字、图片、截图或者是网上搜集的东西，直接扔给文件传输助手啊，作为我一个类似收藏夹似的。想用的时候呢，就再拿出来用，大概是这情况。但是其实过去那些年曾经发生过一些事儿啊，是啥事儿呢？是有人把自己的头像改成了和文件传输助手一样的
绿色文件夹图标，把自己的昵称名字改成了文件传输助手。然后在接下来的1星期里边，他收到了所有好友发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不能说的图片和内容。后来就不允许起那个名了，是吧？本周这个热搜啊，表示有人说啊，这个文件传输助手啊，竟然是真人啊，给他发完之后呢，还能收东西等等，是吧？根据这个热搜，好多记者去采访腾讯团队。腾讯团队表示啊，这不可能是吧？它这个就是一个自动工具，没有这样一个真人。你给文件传输助手传的内容，只有你自己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要不我说呀，这些网友就是多余，是吧？还说文件传输助手是真人给你服务，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呀？过去这10多年，我用腾讯这么多服务，我就从来没有用到过真人客服，不论是 QQ、微信还是各种腾讯的游戏，凡是我联系的时候，从来没联系到过真人。和我的情况一样的，打个1。腾讯有真人客服吗？有吗？正在看节目的腾讯的同学，来，你回答我一下，你们那儿有真人客服吗？你拍着良心说啊，我为什么从来就没联系上过？不管是我被盗号，还是我要找东西，从来就没找着过。哎呀，有同学表示啊，如果我把我自己的头像啊，把我自己的昵称改成了文件传输助手，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找任何资源了？是不是就会源源不断的收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呢？啊，你想多了啊，这个现在已经改不了了，已经改不了了啊！下回早点来看我们的节目啊，我早点告诉你。第2天登录一看，尊敬的免费用户，您已被禁言。这里是科技美学的直播间，我是拿眼，咱们下周不见不散。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